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掌握现在在伊朗这边的部分还是持续的动荡，所以也被说啊，川普现在是不是出手要来介入了？好，但是我们先看到白宫啊，确实突然是宣布了3件事情，因为川普之前有放话嘛，说如果德黑兰对抗议者来动武，美国就不排除介入，那也引发了国际高度关注华府的动向，所以白宫就突然宣布3件事情啊，而且还写说这天佑美军，天佑美国，我们才正要开始。那同时五角大厦附近有多家的披萨店也透露啊，这个店内的顾客量高于平常的水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披萨指数。那通常披萨指数就代表的就是目前五角大厦这个办公是不是有在加班因为越加班，大家就越想吃披萨。好，那当然看到伊朗目前示威已经超过了500人死亡，有1万多人被捕。那川普介入有3个方案已经曝光了。好，川普其实是预计在13号这天才要听取针对伊朗行动的简报，所以可能的选项就包含军事攻击、网络资讯战以及经济上面的制裁。好，那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美国官员说啊，如果美国一旦采取了任何措施恐怕都会让整个紧张的情势升高，甚至会引爆美国、伊朗以及以色列等国的正面冲突。好，那现在伊朗是不是也是有点担心呢？因为这是川普自己说的，他说伊朗打电话来了。好，我们来听听川普怎么说。Yesterday, the leaders of Iran called. They want to negotiate. I think they're tired of being beat up by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may have to act.Because of what's happening before the meeting. But a meeting is being set up. 哇，现在看起来川普说人家是来这个被打累了双方正在安排一些会面，要寻求对话。那川普都会觉得自己好像都高人一等这个风好像是都站在他这边，他现在一定有这样的感觉。好，那到底伊朗是不是接下来准备有一些这个考验跟危机？因为神秘客又在 Polymarket 下注那他们是曾命中以美的攻击。好，那他们的神秘客是下注说以色列会不会出手因为在中东局势上面比较常是代理人战争，所以目前大家也正在进行关注。好，那伊朗的示威呢，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离开人世间那还有好多人是被捕了。那德黑兰就有警告说，如果美国动武保护示威者，就会来反击甚至扬言以色列跟所有美军基地跟舰艇都会成为一个合法目标。伊朗这边当然就是呛民了。那甚至伊朗有议员则是开呛说如果美国因为伊朗国内持续延烧的抗议活动而对伊朗发动攻击那当然现在就不排除会先发制人。那他的开呛则讲说是美国go die 有点这样子的味道。那伊朗现在全国哀悼3天，像是伊朗的总统是呼吁说这个民众参与抵抗游行，但是谴责暴力。他说经济状况跟民众的诉求在2025年的6月这个以12日战争之后伊朗的敌人想要这个播下混乱跟无序的种子，对外国势力勾结的恐怖分子也正在无辜的杀害民众。好，那民众参加12日抵抗游行也谴责暴力行为，全国哀悼3天。那悼念的就是为了抵抗美国跟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斗争中牺牲的烈士。那确实伊朗现在目前情况大家也很关注后续到底会发展成什么，尤其刚刚我们讲到川普13号会有一个简报，所以接下来这个就有普清大脑的学者，他叫杜金他就有特别警告中国为什么？他说中国如果你持续这个袖手旁观，不出手相助伊朗的当局，那么美国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中国，那到时候就没有人对中国伸出援手了。
好，那这就是国际现实上面的考量嘛。毕竟伊朗跟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好，那川普现在也是不是对于中东的叙利亚有在做一些行动呢？因为美军报复叙利亚的 ISIS 大举空袭36个目标。我们带大家来看这画面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部分表示，已经在叙利亚这边对伊斯兰教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那也出动了战机跟无人机，那向大约是36个目标投掷90多枚的炸弹跟飞弹。那这目标包含基础设施、走私路线以及武器库等等的所以目前看起来中东局势持续在升温当中。那当然，这对川普，我们刚刚也讲到说，他对委内瑞拉下手之后，他现在觉得全世界无往不利，尝到甜头了嘛。那当然，他现在对于伊朗的部分，我们也要先问介大使，您怎么看现在川普的如意算盘？如意算盘当然是希望这个伊朗的内部的动乱持续延烧下去，推翻目前的这个伊朗的教士政权哈梅内伊把他拉下台，然后呢，最好是把目前过去长期待在美国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巴勒维王朝的继承人巴勒维二世，把他送回去把他怎么讲，把他登基成为美国的一个友好政权，或者说穿一点美国的傀儡政权。那伊朗的问题就一并解决啦，对不对？那这是美国人打的算盘。那当时这个案子，这个动乱，当然它的成立的背景它发生的背景主要还是跟经济有关。虽然伊朗这个国家基本上内部的矛盾是非常的多的，还有教士集团，还有亚萨拜人集团，有这些就是说这个革命卫队集团，有国防军。有波斯民族主义，它本来就很复杂的。那这次主要还是经济原因，因为它在过去半年以内它的这个整个讲的币值贬了50%，那1块钱就贬成剩5毛钱了。然后呢，通膨涨了52%，然后呢，它的这个物价，这个食品的价格涨了72%。所以这一次发动是从哪里开始的？你知道？是从德黑兰的市场、中央市场的那些商家开始贴了标语说，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要起来怎么样？要跟政府来算这个账的意思，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不过这有一点比较可疑的时候，他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奇怪，今年年初的时候，内塔尼亚胡突然跑去这个海湖山庄，突然出现在川普的海湖山，参加什么？参加海湖山庄的新年派对，在办法，内塔尼亚胡也要去了。那这个人有人就要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外力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伊朗的内部被渗透，被以色列跟美国渗透，这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伊朗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核能科学家，这个革命卫队的领导人常常在就被那个这个精准打击，砰一个炸弹，通通炸死掉。所以他们这些人都已经被内部的这些潜伏人员都掌握得很紧。所以伊朗内部矛盾那么多，加上又有这么多潜伏人员，所以这一次的问题呢，看起来呢，从一开始美国就很希望这次这个动乱成功，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动乱大概全国一半的省份都出现了，一半省份都出现了。然后呢，川普就开始放话。他说你如果说伊朗政权你要去镇压这些起义的人民的话，我就会派兵队去打你伊朗。其实这一方面好像是警告伊朗政府，其实另外一方面是鼓励现在在街头闹事的这一群伊朗的反对派人士。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一次有民族主义的煽动，巴勒维它代表的是什么？巴勒维代表是波斯的民族主义。你要知道，现在的伊朗的这个掌权的教士集团，大部分都是哪里来的？不是波斯人，都是亚塞拜然。所以有一个民族的一种矛盾在存在里面，所以现在就要煽动。可是呢，事情闹到快闹大的时候呢，突然8号前几天，伊朗政府出了一招，哪一招？断网。断网以后，这件事情就怎么样？就突然就戛然而止。到目前为止，很多内部传来消息好像
这一些反对运动啊，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刚开始那个气焰。对，现在的情况大概已经比较稳定了。是，好，赖教授怎么看？您刚有提到了啊，就是说有一半的省份发生动乱，那意思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省份没有发生动乱。那因此我们在问的是，那发生动乱的那一半的省份大部分在哪里？通常比较偏远的地区，例如说库尔德族人啊，在北部的聚集区，还有皮卢兹省啊，通常都是在比较贫穷、落后、基础设施比较差，也就是说啊，他们的经济状况过去就是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因此，当通货膨胀一发生，物价一上涨，他们很快的就感受到他们的生活过不下去了，那种不满、那种愤怒，再加上他们都是非也就是说，在伊朗来说，他们是非正统的波斯人，他们有皮卢兹人的这些跟阿富汗血统比较接近的，有库尔德族人，您知道他有跨4个国家，还跨叙利亚、跨伊拉克、跨土耳其等。他们都是比较属于，还有另外刚刚谈到了巴勒维的这一群人，可是巴勒维的这一群人，他们问题是在于他们在于伊朗的国内没有众望，那就是因为伊朗人不愿意再回到以前的君主统治的时代，所以他们影响不大好。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有一半的省份比较穷乡僻壤比较多，然后他们产生了一个动乱，那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把他们的政权推翻呢？目前来讲，归根究底，大家都说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传说制造谣言说哈梅尼亚跑掉了，没有他露脸了。然后传说革命卫队叛变了，没有，他们捍卫。然后传说伊朗人民要他们整个推翻政权，没有，因为伊朗人知道这个政权推翻以后，那谁能接这个政权？没有一个更大的派系、更大的政党说，我今天来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没有办法。好，那接着大家就问说，那如果美国的地方部队，就是美国的陆军没有整个或者海军陆战队没有进入伊朗的话，那他基本上他就不可能控制住伊朗，那伊朗就陷入内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啦，这个川普不是说他已经准备好3个方案？其实这个3个方案就是刚好没有这么一个把部队派入这个伊朗的选项。为什么？因为他不敢派，他也不能派。那他为什么不敢派？他知道他一派的时候，马上卷入跟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甚至比阿富汗的战争更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不敢派地面部队。观众朋友，你看他连委内瑞拉的地面部队都不敢派。对。他现在真的能够控制委内瑞拉吗？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哦。他的3000万桶到5000万桶的油一烧都还没有印出来哦，所以你不可能遥控说我很遥远的打的几个电话就控制你一个国家，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我们就问了，那你既然不敢派地面部队，你能施展的军事手段就很有限了，那就是跟以往一样用炸的，派轰炸机、派导弹去炸。但是问题就在于，伊朗现在经过去年这个年中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对他的轰炸以后，他事实上他把他的很多的预算用在这个防御的预算，跟用在国防的经费上，也就是说，他的无人机的数量、他的导弹的数量，它增加了比以往更多了。那他在上一次展现出他的精准的这种中远程的导弹能力，他已经展现了。那如果它的数量又增加很多的话，那他已经扬言了，你炸我就炸你。那个以色列被炸，美国被炸，甚至如果美国的私人企业被炸，那这个问题大不大？大。那你说川普真的有那么多选项吗？没有了，不要吹牛了。好，亮哥也加入到我们现场，我们来问亮哥，就伊朗跟美国之间的部分。我这个动乱看起来是乌合之众啊。我这个你是要用比较的角度啦，因为我就学这个的。1979年那个动乱是从大罢工还有学生抗议开始的那之后就伊斯兰的激进分子，那时候赫梅尼已经到法国去了啦。可是基本上伊斯兰的教士他是一个非常组织机密的团体嘛，这一次坦白讲，在国内没有看到这样的团体。现在就纯粹就是对经济生活不好不满，这是事实
然后革命政府就革命卫队也是腐败了，这也是事实啊。所以就比较单纯是人们对生活不好，然后政府腐败，那还有失业了，然后还有物价上涨这样的一个抱怨啊。所以美国事实上情报单位评估啊，他认为不足以构成政权颠覆了。我跟你讲啊，1979年那个暴动啊，延续了4个月，那从第5个月开始，美国才改变态度，决定认为巴勒维撑不住了。这个才1个月而已啊，因为伊朗很大伊朗有160万平方公里那它的人口有9000万，而且刚才老师也讲了，对，它里面有不同的种族了因为暴乱是从德黑兰周边开始的，可是后来就跑到了伊拉克的周边，那伊拉克周边这里就很诡异了因为有人就怀疑有境外势力了而且他杀人的方式，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革命卫队会镇压民众的方式，因为有很多小孩被杀所以为什么川普会说我看到了令人发指的现象？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小孩被杀，可是这个蛮怪的啦，为什么要杀小孩呢？因为我看到的资料是昨天啦，死亡就有192个，那里面有8个是小孩，这实在有点不合理了所以给人家感觉是你是不是有人故意要制造仇恨那当然这个仇恨我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是谁干的可是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族群本来就是要造反的，就是库德族了，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库德族其实我坦白讲在叙利亚、在土耳其、在伊朗一直都是问题，因为有人要搞独立嘛那生活不好也是事实，就趁乱就起来了。那库德族常年是跟谁配合的？就是美国所以这里面的力量有点复杂，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贯穿全国的组织性的力量，至少要有1、2个啦。比如说上次1979年的时候有总工会，就是它是全国大罢工全国大罢工超过2个月，这个跟这次怎么比啊？是。那还有一个是学生嘛，那学生后来很多人都变成赫梅尼的支持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次我觉得就是比较像是社会不满的一种动乱可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立足点，对政权取而代之的力量现在还没有看到好，不过因为川普刚对委内瑞拉做这些事情嘛，所以目前伊朗动荡这美国又有态度，所以当然大家会有一些讨论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看到伊朗冲突之后，对于现在中东的情势稍微有一些图像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川普他其实内心的野心并不小。那甚至我们不是也知道他觊觎的是格陵兰吗？好，那到了格陵兰，他会不会为了这件事情来开战北约因为现在他下令要研拟一个入侵格陵兰的计划，不过军方是反对的那欧盟这边也同步开展了北约的应变方案，可能会用制裁美国企业来当做一个手段。好，那川普我刚才讲到嘛，这个入侵格陵兰的计划其实在军方里头遭到强烈的反对。那有知情人士说这个计划其实还属于一个早期的阶段，那内容可能涵盖的是全面部队的部署，那也可能是结合现实军事的演习、情报共享，或是军事能力的设施，以及重新分配国防支出的多项措施。好，那川普现在也被曝有秘密下令有一个这个攻占格陵兰的计划，但是部分的欧洲官员则是怀疑说这正是围绕川普的强硬 Mega 派的真正目的。那因为国会不会允许川普退出北约，那占领格陵兰可能就会迫使欧洲自行放弃北约。好，所以如果川普想要终结北约好，这个攻占格陵兰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间接性的把北约崩解意思就是这样。好，那川普呛不管喜不喜欢都要动手。
那丹麦的总理啊，则是反击。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现在这场冲突啊的赌注已经超越了格陵兰的未来，而且关乎到的是西方联盟的核心价值。那他也定调啊，丹麦跟美国的外交角力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决战时刻。丹麦准备好在必要时要捍卫价值观跟国际法，绝不退让。”好，但是不退让对于川普来说哪有什么差齁？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手段。好，那当然不止格陵兰，现在看到了美国的邻居啊，加拿大现在是不是也被盯上了？其实川普在一上任的时候就一直讲说加拿大可以列为一州嘛，那当时还在他们的这个总理面前讲那也是让人家总理很难看。那现在他是不是也盯上加拿大？其实我们看到川普他在自己的社群上面有放一张图。那说的是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临时大总统而且任期是从2026年的1月开始。好，意思就是他对于这个马杜洛的抓走部分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临时大总统的态度。好，那现在也遭到艾克森美孚当面打脸，委内瑞拉不值得投资。那川普很不爽说要封杀他。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啊，则说他下周将要会晤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还有世界银行的负责人，要商讨的就是这2个组织重新跟美国往来的事务。那甚至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归零吗？因为川普有警告古巴，趁早妥协避免后悔莫及，又在威胁别人了。他说，因为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石油或金钱流向古巴那我强烈建议他们在为时已晚之前，赶快跟我们达成协议啊！好，因为专家有评估嘛，这个如果古巴没有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啊，它的能源系统恐怕在30天之内就会全面的崩溃。那现在看起来，川普就是认为他抓到了古巴的软肋，所以他正在威胁古巴。那巴拿马美国保护运河的联合演训啊，安全部就讲说，大约有50名的美国海军人员以及61支的巴拿马空军、海军还有警察部队将在巴拿马境内的空军还有海军基地参与演习。那这项联合计划就是在保护运河，那也提升因应作战情境的能力。好，所以巴拿马的部分现在美国也是烂掉掉因为巴拿马这部分过去不是也讨论过说可能有中资介入嘛？那现在美国似乎也想要把它圈起来，当成自己的这个一环。好，那加拿大到底是不是瑟瑟发抖？我们再回到加拿大，因为彭博报道说过去几个月，随着川普搅动全球贸易的体系，不少加拿大人曾经认为他已经对加拿大纳入第51州失去信心跟失去兴趣，结果最近发现哇，好像不是耶，其实川普还记得只是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做。那环球邮报则有专栏警告说川普可能对加拿大使用军事胁迫。那加拿大应该学习像芬兰一样对俄国的防御策略，也就是扩充民防力量，并且制定无人机的战略。那当然就是因为委内瑞拉这件事情让川普似乎更加大胆。那进一步他好像想要让美国主宰整个这个西太平洋的唐罗主义正在发酵当中。所以我说嘛，川普的野心很大好，但是加拿大也没闲着我们看到他最近总理卡尼礼拜2、13号开始要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那这个蛮特别是因为8年来首次有加拿大领导人造访中国，目标讨论贸易、能源、农业等合作项目之外，也重建多年外交紧张而受损的双边关系。好，其实去年在 APEC 期间习近平就有邀请卡尼要来到中国大陆。那卡尼形容这是2国紧张关系的转捩点。好，当然是转捩点哇！现在川普架大虾他一定要找一个可以一起合作的人嘛这个是分散风险的一部分。好，那民调显示过半的加拿大人其实是支持跟对华的贸易。好，那它跟美国关系存在着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那加拿大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实现的是贸易关系多元化。
好，那美国掌握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中国的油气目光，那也就转向了加拿大的原油啊。那要寻找的就是最接近委内瑞拉重油的替代能源，所以这两个当然是一拍即合。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怎么看目前川普的野心呢？川普怎么管理委内瑞拉，变数很多啦，因为他不可能在委内瑞拉没有直接代理部门的情况下，就可以把人家的油拿走，然后卖掉，然后把钱部分拿到美国去，都做不到啊！你没有军队占领委内瑞拉，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做事？结果川普本来在上个礼拜找20家美国的石油公司来讨论嘛，结果异口同声都说，委内瑞拉还没有形成合法政府之前，他们觉得不适合投资。本来他最顺的打法就是美国的石油公司赶快布局，那有关石油的交易就交给石油公司处理那石油公司就带有政府的使命嘛，那就把一些利润拨出来就分给美国政府那现在没有代理人你怎么运作？你挂个名字叫委内瑞拉总统也没用啊，不然卢比奥来这里上班啊，国务院要不要派人到委内瑞拉当总督啊？可能也不敢。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嘛。我跟你讲，当初美国掌握伊拉克的石油，实际上就是占领。后来派了一个伊拉克总督然后把伊拉克那个海山的原来的公务员全部都给人家 fire， 所以就造成他们都投靠各地的军阀造成伊拉克的内战你以为委内瑞拉那么容易搞定委内瑞拉有多大？25个台湾的大，军队有多少？20万人，你怎么搞定就你远在美国就可以遥控简直做梦嘛！好，我们讲古巴，古巴美国目前提的对古巴的要求，古巴都做不到。第一个，放弃一党制，放弃他就完了，那怎么放弃然后要释放政治犯这个有可能释放部分政治犯，你要整个退出委内瑞拉，怎么可能呢？那委内瑞拉掌握的资源怎么办？然后要远离中国跟俄罗斯，这更不可能那最后一个还有可能就是1959年他革命的时候有没收了美国人的财产那这个要谈一谈，要还人家要吐回去因为那个都在佛罗里达，那佛罗里达都是川普的选民因为当初古巴的流亡者都集中在佛罗里达，那些人都高度反共的啦那他们的财产有些就卡在古巴手里嘛所以你从我刚刚这样讲你就知道嘛，牵涉到核心利益的怎么让，一党专政怎么让跟中国俄罗斯的关系，还有从委内瑞拉撤走怎么让所以我觉得了不起就是处理一下该赔的财产要赔一赔了。好，这大使怎么看？那个加拿大总理事实上他13号到17号到中国大陆访问5天呢，还不是2天3天那而且他们的总理府发了蛮多新闻稿，他说是因为去年底卡尼见到在这个 APEC 峰会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同意接受邀请去这次要谈好多事情谈什么呢？谈贸易，谈农业，谈能源，还要谈国际安全。那前面都是经贸问题，国际安全放最后一个。法国的媒体报道很有趣，法新社发了一个电，昨天发，他说中加关系很可能因为有共同敌人川普而破冰。所以现在讲了大白话了，跟加拿大有共同敌人，是，所以呢，现在要破冰，原因就是因为川普搞的。那事实上的话，其实加拿大跟大陆关系以前是非常好的，可是呢，最近几年是降到冰点。最先开始就是2018年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把孟晚舟关在家里面，不准他出来，不释放然后呢，最近呢。双方关系火上加油
那加拿大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2024年的时候10月的时候，他突然宣布中国所有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哇，中国大陆这个非常非常愤怒啊！还不止如此，10月1号是电动车，10月22号说中国大陆的钢铁跟铝制品再加25%关税，没有说什么原因，就是25%。那中国大陆今年3月8号去年3月8号，2024 3月8号，他对这个加拿大的菜籽油，还有加拿大的这些水产品，还有肉类菜籽油是加100%，水产品跟肉类加25%，所以对加拿大的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所以这一次卡尼事实上不是说真正有什么共同敌人，他基本上他就要跟中国大陆去谈这个经济关系，因为加拿大其实这个国家是很富裕的，尤其农产品非常的多，那工业水准也很高，可是跟美国关系真的搞得非常不好。所以呢，这一次他们总理府特别说国际安全放到最后面，其实也可能不排除加拿大可能要去大陆讨论一下，美国老大哥先要把我并吞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访问呢很有趣，值得观察。好，放到最后面会不会就是最重要的？赖教授，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想要格陵兰其实他手段真的很多了，他如果真的要拿下来，并不难，所以他现在要他的五角大厦拟定一个作战计划。坦白说，对五角大厦来讲，要把格陵兰拿下来，这个作战计划很好写，可是他的政治计划很难写。为什么？因为当他一旦真的出手把它拿下来的时候他在欧洲的军事基地就处境就非常艰难。原本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他所驻扎的每个地方对他都是友善的。可是，一旦他把格陵兰拿下来了以后，他驻扎在德国的、在意大利的、在土耳其的等几乎所有的军事基地，他们的欧洲的国家对他会陷入不友善的一个情形。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个五角大厦的参谋总长，他是总教练嘛，他是负责带兵指挥作战的，跟国防部长政治任命不一样，他是要为他的将士要负责任的。可是他会让他的将士在欧洲的国家陷入不利的地位，所以对于他来讲，他面临两难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强调，他要拿下来，在军事行动方面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格陵兰几乎是无兵可守，而且是美国现有的军力都已经是最大的军力了，而且美国有一个合法的空军军事基地，他可以把他所需要的海军陆战队、特战部队各方面都直接飞到格陵兰那边去，直接就登陆了，然后就直接进入格陵兰，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抵抗，格陵兰也没有武装力量，就几只狗拉了几个雪橇，然后那些不是军人的军人背了几支猎枪就在那个地方跑，所以他们很快的就会被解除武装，这个一点困难没有。如果不用军事手段，就是找 CIA 去分化嘛，然后搞暴动，再制造一些事件，拍一些照片、影片，然后激怒起把这个丹麦把它丑化到极点，这也不难。那接着呢，要不就是收买当地人，现在目前传出来的就是每个人10万美元嘛，用收买的。如果再不行，那就是跟丹麦政府讲，我再加1倍给你政府，然后你把这个给我，不然的话我就用军事抢的。所以这个都不难，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个人认为欧洲的这些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领导人说，如果你真的用强制手段把这个格陵兰拿走的话，我们就跟你翻脸，那是空话、假话、大话，他们不会做。因为当时美国要对欧盟搞这个美国要对欧盟要搞贸易战的时候，从冯德莱恩到大国都说我们有18般武艺，结果呢一个武艺都没有。所以我说欧洲人那张大嘴巴闭起来没有用的。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欧洲人有这个用。好，
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要来关心的是中美的晶片战哦，因为毕竟哦，接下来一定是 AI 革命的世代哦。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演算法突围晶片封锁吗？因为路透就有报道说啊，被誉为中国2大新创独角兽智谱 AI 跟 MiniMax IMax 在本周啊正式登陆港股挂牌哦。那就凸显北京当局正加速的推动 AI 跟半导体，试图在算力赤字当中要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看到腾讯的首席 AI 科学家他就特别讲到说中国企业在未来3到5年内极有可能会成为全球领先的 AI 领导者。那同时，中国在电力的设施上面，当然就有显著的优势因为 AI 最需要的就是电，所以他也认为他们有这方面的基础建设优势。好，那中国在5年内是不是会赢得 AI 的竞赛几率达到20%？这个存在的就是算力投入的差异。美国押注是下一代的研究，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内文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有 AI 的4大巨头。腾讯、阿里、智谱跟月之暗面技术负责人，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他们4个人罕见的同台，那就认为中国在下一代范式当中的领先几率不超过20%。那源于的就是中美在算力投入的结构上面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所以美国倾向投资下一代研究的高风险探索，那中国目前的算力更多是被交付跟产品化的占据。好，那中国的晶片去美化现在出现重大进展吗？因为根据中国工信部的资料，中国半导体的设备国产化已经比原本时程提前1年跨越了官方设定的50%的门槛。那到2025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全球晶圆厂新增产线当中，采用的国产设备的金额占比已经攀升到了55%。好，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晶片的加速部分正在持续当中。那中国 AI 的产业剑指全球领先地位，那现在专家也说晶片制造的瓶颈还是主要的挑战。因为中美在 AI 的技术上面差距虽然被视为局部越来越缩小，但是先进制程的晶片跟关键设备不足，那特别是晶圆制造的产业跟 EUV 的设备，还有相关的软体生态系还是没有成熟，所以在中国的 AI 产业部分大家还是会认为有一些跟美国的差距。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对于稀土嘛，自然从去年1整年就发现川普完全是被这个稀土给掐住了脖子。好，那确实现在稀土界有个上证指数诞生这是中国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最近宣布，稀土的价格指数正是在官方的平台还有新华财经等专业终端同步上线，那涵盖的就是很多金属类的主流产品，那旨在打造一个稀土流通领域的价格风向球。那高市早苗这边因为最近中国大陆也对他们有一些管制，所以他们就启动深海的稀土开采。那高市早苗自己是讲说，无法容许只针对日本的举动这与国际惯例大相径庭。那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们会启动的就是深海的稀土开采计划。好，那 G7 的财长会议，我们也看到日本也有要跟美国来举行稀土等关键矿物相关 G7 跟资源国财长会议上面，那分享的就是日本致力于降低对中国依赖的相关作为。那面对北京将稀土作为经济施压的工具，日本希望跟这些确认方向合作之后，要对这个中国大陆的依赖降低，而且要强化相关的供应链。但是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限制这个震撼弹确实也把稀土掐喉，那日银加息的路也断了，甚至地缘经济的博弈也是全面的提升当中。那高市的部分则是因为他现在觉得自己的民调很高嘛，支持率一直高不下，高达近80%，所以最新就看到这个高市研议要解散国会，而且他2月举行大选的时候，希望能获得稳定多数，就会是一大利多。但是如果开议及解散，就会惹议，所以在野党也示警恐怕会变成是一个政治空白。野田佳彦非常的不满。好，那当然日本保守党的代表也认为说频繁的过度选举真的让国民会吃不消。
销。那高市早苗可能提前改选众院啊，执政伙伴啊，以及最大在野党则说啊，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我们看到日本的时事通信社的调查显示，下一届日本众议院选举的预定参选人数已经达到了703人。那各政党加快候选人的布局，所以备战明显升温。好，目前高市早苗也有他新的算盘，但是整个国际的情势上面当然现在又牵涉到稀土，又牵涉到晶片 AI， 哇，真的是有够复杂。我们先问亮哥，这个 AI 中国3年内要超过美国，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了。第一个啦，晶片制造，不管 GPU 或者是谷歌的 TPU， 制造中心都是在美国啊，或者在台积电啊，所以中国在硬体制造上的那个晶片的效率，还有能耗是比不上美国的啦。3年内绝无可能啊！我甚至认为5年内都不可能啊。我讲的是晶片制造。那第二个是 AI 的框架啦。目前全球化的框架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啦，中国大部分都是国内在用啊。那有的是一些应用的层面，它有外销啦。可是那个跟美国那种成为全球的人工智能中心，比如说台湾通通都是有美国的啊，那个差太远了啦，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问鼎啊。你如果说在应用场景方面比美国多这个有可能啊。如果在工业制造的应用比美国多，这个有可能啊，因为中国的工业制造本来就占全世界35%啊，美国只有13%啊。所以中国大陆，比如说如果是跟生产有关的工业机器人，那一定是领先的嘛。那个无人驾驶，我认为会追过特斯拉啊。那这个都是跟制造有关的啦。可是那个人工智能更多的可能是一般人的订阅或者服务业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美国还是领先啦。你就看台湾就好了嘛。台湾在使用 ChatGPT、使用 Gemini、使用 Grok 那个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了那这个当然也包括，因为它就是用英文的文献那台湾本来就是跟着英文的文献走的那你大陆有很多英文文献读不到啊，所以你还是会受限我说你的大模型所以我觉得下面那几家大公司讲的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赢得竞赛几率只有20%这个比较合理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从美国开始的中国大陆其实在硬体上必须要往上追了。那目前因为台积电的晶片它买不到嘛，所以你要GPU 是没有 CPU 这么难可是你还是要追啦。你目前还是落后英伟达，落后一代那一代可能就是1-2年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陆只要跟工业有关的，它的进展应该都会超过美国因为它一定是越做越精密嘛，然后在各个领域都不断的出现突破这个美国没有办法了。其实川普已经公开讲了，他没有想说要在每个领域都胜过大陆了，他只是要把美国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现在都改口了。介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今年这个1月1号它商务部的第一项001号公告，就是针对日本的禁运措施可是它并不是对所有日本的产业都禁运。它这个禁运是军民两用品对日本的哪一些对象禁运呢？第一个军工产业，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它这个产业最终它的最终用户会有怎么样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这些客户，它这2项它不让你卖。那什么叫军民两用品呢？事实上中国大陆公布清单可能会有1000多项产品，这里面不是只有稀土还有很多那些电子产品，还有什么？还有这些机械产品，还有这些晶片。如果说
会产生这些军事效果增强日本的这军事力量，那就是禁运。所以将来如果这些被限制的军民两用产品它如果要取得出口许可的话，它很可能就要申报它的这个买方的最后制造产品它的最终使用人是谁。如果是军工企业，大概就都不行了。如果说这个公司它做出来的事情做出来的产品会增强日本的军事能力，虽然它不是属于军工产业，那也会被限制。所以不是对所有日本的产业通通实行禁运不过日本方面反应非常强烈，所以最近也有很多记者会，中国大陆不管是外交部门、军事部门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出于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按照国际惯例完全没有问题。美国不是每天在做这个事情吗？日本也不是跟着美国在做吗？每一个国家在做事。那中国大陆的进一步的相关部门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呢？说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军民两用产品对日本这个出口的限制？就是要限制什么呢？制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以后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威胁。那日本是不是在军事化？确实是。那而且他这个军国主义抬头他事实上能力还不够，高市早苗就已经公然在他国会就是说威胁要对中国大陆使用集体自卫权，也就是要动用武力了。所以中国大陆这些反制看起来是我认为才是刚刚开始。那么最后的效果呢，可能就是要真正要把日本的军事实力的发展把它压制住。对，所以中国大陆的出招去年我们看只有外交的一些叫嚣嘛，大家还想说怎么会只有这样没有它的重点在后面。赖教授 ，AI 现在大趋势已经看得很明白了，那也就是就大陆跟美国这两强在争霸，其他的几乎都是靠边站了不管整个欧洲、印度、日本、韩国、东北亚台湾，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都靠边站。现在大家在观察的就是只是看中美两国之间在竞争，看谁胜谁出差别就在这里。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看清楚了，不管在美国或是在大陆，大陆不用说了，大陆大概清一色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可是在美国呢，绝大部分也是华人。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 AI 这个领域，华人具有绝对的优势。那就为什么？这个就代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这个族群的特色，在 AI 这个部分，它的才华很容易表现出来。黄仁勋是一个代表，梁文风也是一个代表，好多人都是一个代表。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看，我个人认为说，以这个 AI 的这个趋势，以这个 AI 的方向，那掌握具体的情况，了解整个发展，那你说在5年后、10年后，甚至20年后，到底是谁家天下？我觉得是华人天下，不管他是在美国的，或是在大陆的，或是在哪里。但是问题是在于中国大陆的市场大。你说有一些晶片，美国现在目前领先，如果这个晶片是物理学的极限被突破了，那个优势就不在了。如果说在服务领域这个部分，美国是领先，但是当中国大陆的服务领域如果也赶上来了，那个优势慢慢也就会消失了。我觉得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全球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流动，哪个地方的待遇高，哪个地方的市场大，它就往哪个地方移动。